美军评估佩洛西访台后果，不排除意外死亡，这是赤裸裸的恐吓。恐吓谁呢？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福建少。就在佩洛西咋咋呼呼仍然不放弃窜访台湾地区的敏感时刻，外界持续关注美军的部署动作。因为按照美国三权分立的法律规则，如果这个老妖婆非要挑衅中国，美军有义务提供安全防卫方案。但是佩洛西可能嚣张不起来，美军就玩了一个绝招，直接把在东北亚唯一的一艘处于部署状态的航母里根号从南海撤离，进入菲律宾以东海域。过去我们曾经推测，这艘航母可能会进入南海，为佩洛西提供某些保护。然而情况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据美国国防部下属网站报道，里根号应该是以蒂皮卡诺号舰队游船一同通过佛得岛水道离开。自此，关于里根号航母将进入台海以东为佩洛西护航的猜测也就有结果了。当然，现在还不能认为美军会放弃护航佩洛西的计划，因为在日本刚刚有9架美军的 C-130 捷空中加油机进驻，美军完全可以从日本的陆上基地起飞战斗机为其进行护航。而且这么多加油机足以支撑美军与解放军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空中对峙，甚至是空战。那么美军对佩洛西可能的对台湾地区的窜访最真实的态度又是什么呢？其实美军压根儿就不想让这个疯婆子挑衅中国，甚至对他进行了赤裸裸的恐吓。据五角大楼官员透露，美国国防部长已经给了佩洛西安全评估的报告，认为专机被击落的可能性不高。但是美军也警告说，一次意外、失误或者是误解都有可能危及佩洛西的生命安全。美国的最高军事将领米利将军也表示，美军会在需要的时候保护佩洛西的安全，但任何突发事件都可能发生，包括意外、失误或者是误解，这都可能引发较为严重的后果，而这些后果都要美方承担。如果总结美军的态度，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你可以去，我也会保护你，但是你可能真的会死。还要注意一点，拜登也曾说过，美国军方认为现在不是访台的好时候。很多人以为拜登这是在与佩洛西搞双簧，其实他真的有可能说的是实情。道理很简单，如果佩洛西挑衅中国，引发军事冲突，最后承受代价的不是别人，正是美军。而美军根本就没有做好准备。不管美军在世界范围内有多强大的军事力量，但他们在中国家门口所面临的战略短板是根本没有办法克服的。美军目前只有一艘战斗部署的航母位于西太平洋地区，这是现实。其他的航母都在家里排队等着维修呢。第二，美军的主力战斗机无法适应在台海上空的空战，因为他们的作战半径不够。即使加油机来得再多，搞对峙可以，打起来可就会成为歼20的活靶子了。这个活靶子包括战斗机，也包括这些加油机。第三，中国在中程弹道导弹领域拥有绝对的优势，可以把美军驻亚太的基地全部打残。第四，美军不远万里跑到中国的家门口，无法进行长期的大规模的作战后勤支援。第五，美国还担心中国强大的工业实力转化为军事实力，因为决定一个国家战争潜力的可不是服务业，而是实打实的制造业。而中国在这方面远远好过美国。总体来看，美军对华实施战略打压是一回事，真与中国打仗那可就是另一回事了。而且打仗是要命的事儿，他们显然明白其后果的可怕，因此根本就不愿意与中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如果佩洛西非要窜访台湾地区，那么美军可能就会被逼上战场，而佩洛西则将面临死亡。这个结果是佩洛西能够接受的吗？
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